大家晚上好，今天居然没有提前，那就提前个1、2分钟，对吧？这个没有提前怎么可以呢？我们还是要有提前的哈，这个只是提前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而已。13个人，好，让我去发一条 Twitter，直播开始了，然后再复制12个人，嗯。好，直播开始了，我们还有个几分钟。好，有一位新会员，感谢新会员加入。我看看时间，特别关心 TikTok 会怎么样。还差1分钟，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TikTok 还有救没？还有戏没？还有未来没？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我比较讨厌这种，就是2个礼拜连续讲一个话题，因为上个礼拜就在讲这个事情，这个礼拜依然在讲这个事情啊，非常非常的不爽，对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继上个礼拜众议院交易就是商业与能源委员会50-0全票通过了要让 TikTok 出售的这个事情之后，本来我以为这个事儿还得拖吧拖吧，对吧？然后这个听证，然后这个开各种会，然后再扯皮。没想到上个礼拜人家快刀斩乱麻，3月13号直接在众议院里边进行了投票，而且是按照重大议案来投。什么是重大议案呢？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众议院投票大概是1/2过了就算成功，但是比较重大的议案呢，一般是要到2/3通过才可以成功那么这个案子是按重大议案投的是352票赞成，65票反对，妥妥的超过了2/3，对吧？他是这样来做的这个事情。通常美国什么时候干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宪法修正案，只要过宪法修正案，你都是需要2/3通过的还有一个，有一些法案会被总统否决。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过2/3多数的话，总统否决是可以被推翻的。那么这一次 TikTok 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2/3通过。那么国内呢，肯定有很多的阴谋论现在国内最大的阴谋论呢，讲的是犹太财阀处理的这个事情，对吧？他们说为什么要去封 TikTok 呢？因为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冲突，对吧？现在 TikTok 上有大量的由哈马斯或者由巴勒斯坦人去拍摄的加沙地区很悲惨的这个视频在流传没有说这个方向肯定是不太对嘛政治不太正确的这些东西在流传，然后导致呢这个美国遭受了重大的这种叫做反战压力舆论压力，甚至还有一位美国的军人跑去自焚他们都认为这是 TikTok 干的。而在美国的话，你比如说你搞一点什么种族歧视你会被人骂，会被人告你或者你说我歧视个黑人你也可能会被人告。但是你一旦是得罪了这个犹太财团，那么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任何好果子吃的上一个干这个事儿的人是叫做侃爷，对吧？就是做那个椰子鞋的那位，也算著名的网红吧。因为是得罪犹太财团以后，然后就彻底被封干净了这也不叫封干净了，反正肯定是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了。然后马斯克也因为是一些反犹言论，也是遭受了重大损失，对吧？他的 Twitter
一下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广告主，因为犹太财团这个就是其他的咱们不知道啊，但是至少是在传媒业，包括好莱坞，基本上都是他们控制的啊。那么他们平时肯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宽厚长者的一个状态嘛，但是你一旦是涉及他的切身利益了啊，他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力量的啊，这是国内的一个阴谋论。至于是不是，咱们只能瞎猜啊，这个是没法有任何的确定性下来。然后今天还看了李开复的一个帖子啊，应该是他贴到微博上的，然后被人截图贴到了 Twitter 上啊，让我看到了啊，他讲的就是谷歌当年被封的一个情况。然后李开复呢讲的是什么？他说中国是有法律要求的，谷歌一开始愿意接受，后来谷歌自己决定不再接受了，谷歌就决定自己退出了，对吧？他是这样来讲这个事情的。当然，李开复还给自己洗了一把，啊，说当时呢他已经离开谷歌了，所以才会导致谷歌后边说我不愿意再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了，我就离开了，对吧？他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也很神奇啊，因为他现在在国内也在申请各种的基金、各种的扶持，对吧？他做的零一万物就在北京嘛，就在中关村啊，所以他讲这样的一个话。然后呢，他说现在 TikTok 在美国这个事情跟谷歌当年离开中国是不能比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证据，说你到底是怎么去监控我的数据了啊，到底是怎么去诱导我的舆论了啊，都没有说出来，也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说哎，你到底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这个事儿就算过了啊，或者你要把哪一块改好，然后这个事儿就过了，他没有给，对吧？也是说我怀疑你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你必须卖，并没有说哎，你把这个管理架构改成什么样啊，或者什么都没给出来啊。所以，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李开复说的这两部分吧，谷歌离开中国这部分，至少他原来是谷歌中国的老大，对吧？他自己有他的这个看法，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管了。但是 TikTok 这次在美国遇到的事情，我觉得李开复说的是对的，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可以怀疑这件事儿，但是你说你拿一个确确实实证据出来，像前一段时间还是有，比如说内部邮件泄露啊，或者什么的啊，有一些人去访问数据啊，还有一些内部的这个爆料出来，但是现在并没有这些东西，对吧？啊，那么你在一个法治国家，在一个讲证据的国家里头，你搞成这样，这就有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也没有说清楚说，哎，我有没有给你其他的路子啊，或者说应该具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你可以如何去规范你的管理机制啊，或者说如何去调整你的股权架构都没说，对吧？就直接给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一次呢，也确实做的不太地道。然后周受资呢，也是在提前啊，在投票之前他就飞到美国去了，但是呢，据说他要见的这些人大概也没太理他啊，那么就嘁哩喀喳开始投票。那么现在看来啊，他们发动的弹窗攻势，向所有的美国议员去弹窗这个事情，并没有效果，或者肯定是起到了反效果，对吧？352对65，这一定是反效果。那么啊，周受资在之后呢，也发表了一个视频的讲话，当然肯定是发在 TikTok 平台上了。啊，那么周受资的讲话讲什么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啊，周受资是个帅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颜值即正义，对吧？这个你如果长得这个比较难看的话，你说啥都是不对的啊。周受资讲的这个还是就甭管怎么样，这人长得还比较讨喜吧。啊，他呢上来先讲说感谢用户啊，是你们让 TikTok 变得如此特别，谢谢你们的发声啊，这是先上来讲。然后呢要讲一下他对这个投票的一个感受啊，是众议院令人失望的投票。然后呢说，哎，我要去澄清一些误解啊，说我继续在保护用户数据安全啊，没有在做任何其他的东西啊。然后过去几年里啊，我们致力于保护你们的数据安全，使我们的平台免受外部操作，对吧？他不可能说免受中国操作，他只能说免受外部操作，对吧？我们承诺将继续这样做啊，这是给出了一些保证。然后呢，说这个法律会有什么影响呢？哎，说这一项立法如果签署成法律，将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封禁，哪怕是该法案的提案者也承认这是他们的目标，对吧？现在的法案是什么？就是说你卖掉啊，165天卖掉或者被封禁，对吧？他是讲的这样的一个话，如果你不卖，我就封禁你啊。当然现在啊，叫佩洛西还是叫洛佩西
他也出来讲了说这个我们并不想封它，对吧？我们就是希望它卖掉不要被中国管了，对吧？也有很多的美国的议员一些官员都出来讲，然后我们不想它被封掉。你想1.7亿的活跃用户的一个产品，你说我封掉就封掉了，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蛮有压力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封我们就要求你卖那么而且他还讲了说，该法案将赋予其他社交媒体公司更多的权利。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本来大家是可以竞争的，然后我说一嘴向东，你说一嘴向西。那如果把我封了呢？就是大家都看 Facebook 呗，对吧？看 Twitter，看这个叫做 YouTube 就完事了当然你们看 YouTube 我还是很开心的这个他呢还将从创业者和小企业主的口袋里头夺走数十亿美金。使超过3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并夺走你们的 TikTok 这是他讲的，说如果法案过了以后会怎么样？当然，亮肌肉也是必然的说你看我们知道 TikTok 对你们有多重要，我们有1.7亿用户，为美国700多万个企业赋能，就是有700多万个美国企业在TikTok 上投广告是这样的事情。前面讲那个几十万个是应该是一个叫做雇主或者说跟这些一些可能跟他们在那儿卖东西的人那么是相关联的人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那么现在700多万个企业，然后我们的平台对依赖 TikTok 维持生计的小企业主，激励数百万学生学习的教师以及在 TikTok 上发现和寻找快乐的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将继续为你们而战，为你们倡议这个里头也去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嘛。然后这一条视频评论数破万，点赞数27万也算是一个出圈爆火的一个视频。所以我告诉你，颜值即正义，对吧？如果这人长得这个很猥琐，或者说这个长得就像某些领导干部似的肥头大耳的，对吧？这个估计就不会有这么多赞了。所以给这种社交媒体去找老大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来这个周受资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想封禁 TikTok， 只是希望不再是中国人掌控。现在 TikTok 呢，应该是字节跳动100%控股，对吧？那么说，你把这东西卖给我们就完事了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强买强卖现在很多人都在上去搞这个事情，比如说美国前财政部长叫史蒂文姆努茨，应该是这么念吧。然后正在组织投资者团队竞购 TikTok， 就是他有很多这种叫职业经理人，或者说一些可以整事儿的人。他们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去组一支新的基金来把这个基金组起来以后，我们去募一笔钱上来去收购你，甚至他们可以让 TikTok 直接用这种叫SPAC 的方式去上市。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直接在纽交所或者纳斯达克发行一只股票，然后拿这股票发行了以后，用这个股票募集的钱去收购，对吧？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那么现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就在干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也传闻呢，动视暴雪的前 CEO 博比科蒂克也在组局干这个事儿，甚至说他已经去新加坡去见张一鸣去了，对吧？据说博比科蒂克找的合伙人是谁呢？是山姆奥特曼，对吧？说咱们一块合伙，咱把这事干了吧，对吧？现在很多的这样人都去但是千万不要让博比科蒂克落在他手里头为什么？他把暴雪基本上整的是欲仙欲死，对吧？最后卖给微软的时候，其实啥也没剩下，中间该走的人都让他整走了千万不要落他手里头。现在字节跳动呢也出来辟谣，说张一鸣没有和任何人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这句话非常重要。说没有和任何人甭管是前面这美国前财政部长，还是这个博比科蒂克或者是其他任何想要去购买的人，我们都不谈这个事儿是不谈的。那么 TikTok 的朋友们啥都没说TikTok 的朋友是谁 ？Oracle， 对吧？他占 TikTok 20%的股份然后呢，这个刚才咱们讲错了，说不是字节跳动占 TikTok 100%前面还有一些股东，这是Oracle 占它20%，然后沃尔玛占大概5%左右，然后还有其他的各个基金就是字节跳动上面这些基金，那么他们呢啥都没说，为什么？就是你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对吧？等这个事儿有一个结果以后再说。而且这个其实他们是真正了解这个事情本质的，
对吧？这个其实不可能卖啊，千万不要想着说最后怎么卖、怎么剥离什么，就不会有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前面开的这个标题说 TikTok 还有救吗？结论其实是没救啊，这个事儿是不可能有结果的。那么说这几年为什么 TikTok 没有进行积极的分拆？大家要知道，在川普下总统令的之后啊，他们其实是做过分拆的。因为我有一些同事在 TikTok 里边上班啊，也有在字节跳动上班的，他们当时就是说这个，川普下完这个总统令以后，他们就着急忙慌开始拆，这个先把这个公司拆成叫这个抖音集团和这个 TikTok 集团，对吧？然后呢，抖音集团、TikTok 集团上面都属于字节跳动，一开始这么拆好了，人员也分了，分完了以后呢，包括这个各种的股权结构什么都分好了，然后每一个人这个该分股票，你到底是拿头条股票还是拿 TikTok 股票都分好了。但是分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后边就没有再去折腾这个事儿，对吧？如果你那时候都分好了，那咱就直接把这事办了，不就完事了吗？对吧？这个跟中国就没关系了。在拜登上台之后，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停滞了啊，大家就搁那搁着的不动了。那么分拆呢，肯定是内外部阻力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从商业角度上说，分拆其实很难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上周直播，可以去看那个切段就是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切段，就我会解释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商业上分拆这么费劲，对吧？这个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政府的国有基金，然后再加上这个所有员工怎么办，然后包括研发的这个节奏怎么办，他搞不定这个事儿。然后今天咱们要讲的是另外一套，就是外部的阻力其实也很大，政府是不可能让他去分拆的，政府不同意，对吧？你以为他分拆不需要经过政府同意吗？政府怎么可能同意呢？绝不可能同意让他分拆，我们不可能向美国人低头嘛，对，面子咱是要的嘛。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你这么大的公司了，政府是不是还是要稍微给点面子？我们要顾及一下这事儿。中国政府从来不顾及这些事情。我真的是告诉大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以前，就是今日头条刚开始玩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到中国第一大的新闻媒体了。那么那个时候，北京网信哪怕是海淀区网信这些人有点什么事儿，哎，让小张来一趟，找谁？找张一鸣让小张来一趟，然后我们要跟他开个会，说点事儿，对吧？全是这个，就是招呼小孩似的，所以他不会在意你到底是死是活或者什么样的，所以他也不可能同意这件事儿。所以这件事情的外部压力是不可能克服的，就是他内部的商业压力，没准说我们用钱，用一些什么其他方式或者用时间去拖一拖，还是可以拖得过去的。但是政府压力它是不可能拖过去的所以不是不想拆了，是根本就拆不掉所以这一次，如果美国这个法律真的通过了，那么除了死，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那么如果这个法律快速通过，还能做点什么？第一个，参议院快速投票是不是有可能？不知道因为我原来预计是众议院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的，后来发现众议院是不讨论，直接投票。但是参议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讨论，做一些这样的叫做听证会这个有可能还是可以做的所以有可能能够再拖个一两个月，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可以拖得过去的。然后拜登呢，肯定你是没法整，因为拜登已经承诺了，只要参议院投过了，我就签字，对吧？他绝不顶这雷，而且这就是他竞选的一个叫做什么呢？这就是他竞选的一个口号了，就是我们抑制了中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侵害所以他肯定会签。那么如果参议院动作比较快的话，那么拜登应该是能够赶上签字的，这事儿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说拜登能不能赶上执行，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等于因为165天嘛，还是一百多天你在这个时间里头，拜登可能已经这个新换人了也当然也没准还是他，但是法律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再进行起诉，你可以再等着法院判决，对吧？说哎，我现在向这个美国哪个法院去起诉去了我是一个美国公司TikTok 是个美国公司没什么毛病，然后我是个美国公司，然后我受到了政府不公正待遇，然后我要起诉他，对吧？这个事儿可以，然后起诉完了按照美国司法的这个诉讼效率，我估计一两年可能就又混过去了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法院判下来说你必须执行一定要分拆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就上来了到底是拜登还是这个川普就不好说了到那个时候是如果法律通过了，那可能就是走这条路。那么只要法令下来 ，TikTok 就必死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没有任何成功分拆的机会，千万不要觉得我怎么拆点这个，怎么拆点那个这个是不可能的。商业上的复杂度本身就非常的高，
即使分拆成功了，TikTok 也是完蛋啊，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分拆和过渡的过程通常会长达1-2年，对吧？滴滴你是可以被中国政府摁在那儿1-2年不动地方，你还可以接着研发，接着去改 bug，接着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小的活动，还可以干这个事情，对吧？摊子不散，人心不散，这还是可以干的。但是美国公司的整个分拆并购过程，基本上2年啥也不干啊，所以如果即使分拆成功也是死，而且分拆的过程必须中国政府同意啊，中国政府如果不同意这事儿想都甭想啊，这不是一个商业问题，这就是个政治问题了。就是到现在，你说我再给你分析说，哎，估值是多少啊，多少钱去收购是赚了是赔了，这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外交部已经在为这个事儿发声了啊！你如果说他没看见，啥也没说，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是有商业解决的这个机会的。但是外交部出来发声了，说啊，你不可以这么干，你不可以这样针对我，对吧？我们什么都没干，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基本上无解了，对吧？华为当时也是被政府顶住了，才成为民族英雄的，对吧？你以为华为希望被制裁吗？那么多人被抓了，华为最后也都搞定了嘛？就是我人要么不要了，或者我要么赔钱，我要么认罚认栽，对吧？华为这么多年都在这个各种边缘里头游来游去，都混过来了，对吧？等这个孟晚舟被抓了以后，然后政府说我挺你，对吧？挺完了的效果就是华为成了民族英雄，是吧？甭管他做的东西怎么样吧，其实我相信这并不是华为所想看到的。那么现在 TikTok 这场市场，中国政府肯定也是要战斗到底了，这个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转圜的余地。政府还没放弃，你自己有什么资格去放弃，对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法令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啊，没有任何可能。说我拆完了以后，把一部分在美国继续运营下去，千万别想这个。那么还有人说，哎，去掉美国市场行不行啊？对吧？你为什么非得他那儿弄啊？我还可以到别的那儿弄去啊。而且 TikTok 也不是头一回被封了，对吧？印度就封过，印度现在好像还是封着呢。你在印度是不能使 TikTok 的，对吧？印尼，对吧？也封过呀，部分封禁嘛，就是说你还可以唱歌跳舞，但是不允许卖东西了，也部分封禁了。那咱不做美国市场，咱去做其他市场行不行呢？啊，这不可能啊，想都甭想。为什么？美国市场就是 TikTok 唯一的最有价值的市场啊！离开这块儿，它就不是 TikTok 了，对吧？你想1.7亿人啊，而且这1.7亿人集中在一个国家里头，物流配送都到得了，说同一种语言，购买力还特别强，哪有人去替代它去啊？加拿大行吗？几千万人，对吧？澳大利亚行吗？几千万人，只有美国1.7亿人，对吧？说英语，然后还可以有物流配送，还有很好的购买力，还有很好的线上支付渠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跟美国相比啊！你把剩下所有其他国家加一块儿，可能都达不到美国的这个市场规模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你说其他的国家，如果是美国这次弄完了以后，会不会跟进？必跟啊，对吧？我不可能说我美国把它封了以后，那加拿大不封，对吧？澳大利亚不封，这五眼联盟哪个能不封它？肯定都得封啊！你美国都封完了以后，这些五眼联盟都封了，这些英语国家都封了，那欧洲封不封啊？那接着封呗，对吧？那最后你看大家都封了，咱们是不是印尼啊或者这些国家就都封一遍？所以啊，只要是说美国封掉了以后，就不会有其他市场了。第一个，美国市场是绝对无可替代的，你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市场都加一块都没它大。第二个，只要美国封了，然后其他国家都会跟啊，那么这个它就算到此截止了，就 TikTok 这项目就完了啊。它还不像是谷歌退出中国似的，对吧？咱们中国不玩了，咱还可以在全世界玩。甚至谷歌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办公室啊，在北京、在上海都有办公室啊，在香港也有办公室，对吧？然后这些办公室还有大量的研发、销售，然后在那里去做事情，对吧？这个 TikTok 可能就真的封了就没有了啊，这个就彻底没有了。那么这个事情的后续怎么玩呢？第一个，美国政治呢，并不是总讲道理啊，讲证据的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到。你比如说像前面的排华法案啊，最早的，然后包括二战时候日本侨民集中营，你有证据说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这个是间谍吗？其实没有的，啊，我就是一个民族情绪，我就情绪上头，就以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了，我就把这事儿办了，对吧？至于后边是不是再给赔偿，那是以后的事儿了，仗打完再说，对吧？这个事情，所以美国政府你指望他说你一定要这个讲道理，一定要讲证据，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甭管中国政府说啊，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要来对我们妄加采夺啊，或者是李开复说的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证据，对吧？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他们不需要证据啊，经常这个用情绪就把这事儿办了，而且历史上干过好多次啊，不是头一回了。然后第二个呢，美国自己的媒体平台呢，被不理性对待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啊。马斯克也发了推说，哎，如果你把 TikTok 这样处理了，那么相当于是你政府等于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对吧？你就要以后可能会对其他的媒体平台，因为下一个比较招人恨的就是 Twitter 了，剩下的媒体平台，甭管是以前的 Twitter 还是YouTube 还是 Facebook，实际上都是比较偏民主党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吧。只有 Twitter 说我们要言论自由啊，所有人都可以在我这儿发声，对吧？他有的时候会更加的保守一点点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他为什么出来发声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谷歌啥也没说啊，这个包括梅塔啥也没说，对吧？但是马斯克出来说了，说啊你们要干这个事儿啊，可能会有问题啊，他自己害怕，对吧？那么下一个没准啊又有点什么事儿，我们又把马斯克的这个 X 也处理掉，这个事儿可能性不是没有啊，对吧？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欧盟你说是不是会有样学样，对吧？把这个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也都搞一遍，这个事儿太正常了嘛？你看欧洲他自己啥都不产啊，美国还是说我自己有谷歌，有这个YouTube，有 Twitter，有这个 Facebook 啊，我还容不下你一个 TikTok。那所有刚才咱们举的这些都是美国公司，你到欧洲来撒野，这欧洲是不是我们也搞一次啊？或者给你一些更严格的限制？这个事儿也是不得不防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美国就嘁哩喀喳把它推过了啊，那么这个后面美国公司在欧洲可能也不好过啊。那么没有了 TikTok 之后会怎么样啊？那么如果真的过了啊，TikTok 也死了，那么后边会怎么办呢？第一个，YouTube Short 和Instagram Reels 啊肯定会上升，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法案通过的时候好像美塔的股票还涨了一下，对啊，这个一定就没有人跟他们讲了。而且 Twitter 其实已经做好接盘准备了，你们现在再到 Twitter 里去啊，你不要去看这个我关注的，要看那个推荐给你的那一栏，你会发现大量带有视频和短视频的内容在上面再出来，而且走得非常靠前啊，就是它密集度很高。你现在基本上可以把 Twitter 当成抖音来使，对吧？你往上翻翻翻啊，一看视频在那儿动，再翻翻翻，视频又在那儿动，对吧？现在 Twitter 就在干这个事情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Twitter 应该也是可以接住部分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盘子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完整的 TikTok 生态就没有了啊，这个没法复制。甭管是 Instagram Reels 还是 YouTube Short 还是 Twitter，可能跟 TikTok 生态都差得比较远。在这个里头，这三家里头，可能 Twitter 的生态跟 TikTok 还要稍微近那么一点点，对吧？因为它是可以进行很多这种线下的交易，很多的网红跟网红之间的交易，或者是很自由的这样的交易。Twitter 应该还是可以玩一点点的，但是肯定不会像 TikTok 这么个就是这么完善的生态就没有了啊。但是会不会有新的创业公司出来吃这一块不知道啊，有可能会有啊，因为这一个生态还是有价值的嘛。那么中国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会不会被跟进的处理啊？应该会。第一个申印啊，申印现在还在头疼，我到底是中国公司啊，还是新加坡公司啊？他说不清楚，他在中国呢，他不敢说他是新加坡公司，对吧？咱们老爷是要面子的。但是呢，到外边呢，就说我从来不是中国公司，对吧？我遵守美国法律，我什么什么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他是不是会受到一定的排挤？有可能啊。但是申印呢，应该好一点点啊，毕竟呢，他的老板，对吧？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调，而且呢，也从来不在国内做任何的生意。对吧？完完全全遵守美国法律，所以他有可能能混过去。然后 Timo 就比较难了啊，因为 Timo 曾经也想过要分拆，其实是他看到 TikTok 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后来说不啊，我们老老实实做一家中国公司，然后我们要天天去举报申印啊，申印你敢不做中国的人了啊，你敢不做中国公司了，我要到政府去举报你。他们现在干了好多这样的事情，而且 Timo 的高举高打，在美国刷了这么多的广告，对吧？这也是属于招人恨的。所以，如果 TikTok 被处理了，那么也有可能美国一纸禁令下来，Timo 你看看该怎么办吧，对吧？这个事儿是可能性的很大的啊。至于其他的游戏公司，就是其实你在美国握有大量用户的，除了
字节跳动之外，就是 Tmall 申印啊，阿里 Express 啊，就是阿里可能也还有一些，剩下的就是游戏公司。游戏公司呢，其实都已经在努力的跑路了，能跑就全跑了啊，这个人家不跟你费这个劲。那么总结一下，即使有回旋的余地，TikTok 也绝不会松口，对吧？只能封禁，绝不妥协。因为美国政府也好，美国这些众议员、参议员也好，都说：“哎，我们不想封禁你，我们只想让你卖掉。”但是卖掉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在周受资嘴里，在张一鸣嘴里，从来就不是选项之一，没有说过任何的话说，我允许把它卖掉，或者我准备怎么卖掉，从来就没有这件事儿，对吧？只要不妥协，哪怕是说我最后讨价还价，我都还是可以多要口价的来，对吧？那我最后就是宁可玉碎不要瓦全，你给我封禁，我就关了，对吧？我认了，对吧？他有可能会干这样的事情啊。那如果真的成了英雄了啊，那么可能国内的抖音就会开始大鸣大放，就跟华为似的啊，所有的事情我们为抖音这个让路吧，他已经在美国吃了亏了啊，我们在内部的稍微给他着补啊，就跟现在华为的状态是一样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法律通过了啊，那么大概率就此封禁啊，这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啊，这个是可能法律通过了以后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这样啊，不会有其他的变化了。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啊，让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今天315啊，这个其实我平时每年都是会看315晚会，也会录315节目。但是为什么今天没有去看呢？因为我也发现了最近几年的315呢，已经越来越没意思了。啊，他现在不再说具体的公司了，谁家怎么回事儿不说了。然后呢，所有大厂都不说了，像以前还敢说个苹果，说个什么啊，这些大的公司现在都不说了。所以现在就要说什么呢？叫说行业。对吧？这个行业有问题，那个行业有问题，然后至于具体这个行业里是谁呢？他通常会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出来讲一讲，是吧？他不会再去讲那些大公司了，因为那么经济也没有那么好嘛，虽然稳中向好，对吧？那么你再去讲一些大公司这事儿也没法弄了，对吧？现在还能活下来的妖怪，谁后边还没有几尊菩萨呀？你敢说谁？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法弄的啊！而且原来大家给央视一个面子，这次这个燕郊这个事儿，大家看了吗？央视的面子算个屁啊，啥也不是，对吧？大家的自己的日子还得过得下去，自己的乌纱帽要保得下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谁的面子也不给，所以这几年的315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把315晚会补一下啊，但是我估计应该够呛，因为我明天上午10点还有一场直播，我准备跟土拨鼠跟大家一块讲一下这个，叫做星舰第3次发射。啊，这个还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啊，至于315的话，我觉得今年可能就直接就算了。对，又上5万了，这个事儿是值得庆祝的啊！经过2周的蹉跎，我们今天又终于回到5万以上了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这2周还是稍微有一点小郁闷的，但是5万啊，值得庆祝。居然提前了，不算提前，提前了1分钟还是2分钟？特别关心 TikTok 会咋样啊？TikTok 会死，没什么好说的。赢2次，从胜利走向胜利，是的，来了。对，明天早上10点咱们一起啊。没救了，走了一步危险的棋，自讨苦吃。其实啊，他这棋走不走，他都是死啊。只要是法律通过了，他在国内不可能分拆成功。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周末好，周末好。订阅又回到5万了，可喜可贺。是啊，真的不容易啊，这2个礼拜努力更新，先赞再聊天啊，这个感谢一定要去点个赞啊。前几天关注某老师被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范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不晚。右上角的 logo 正上方5个字是啥？没字儿啊，就是所有 Midjourney 也好，
这个 ChatGPT 也好，你让他们去输出文字的时候，英文可以写得很清楚，中文写不出来。他们每次想去写中文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底下是写的叫storyteller 范啊，就是老范讲故事，上边就算了啊，就是不知道他们想写什么。我的印象里，谷歌因为接到政府屏蔽请求太多，想和他们探讨一下，究竟封禁规则是什么啊？加上当年百度真的更懂中国，还算比较易用，谷歌发现和他们无法沟通，就退出了。谷歌退出，反正有很多的说法了。我觉得这个至少李开复当过谷歌中国的老大，对吧？后来虽然退出了，然后也拉了大量的谷歌中国的人出来去创业，那么我们就相信他说的吧。那能怎么办呢？没救了啊！以美国投票率来说，年轻人投票率超低。如果杀抖音可以换几百万票，年轻人因投票率低，更多就掉一点点而已。哎，我觉得美国通过这个法案的概率呢，肯定是很大啊，非常非常大。那么只要通过呢，就必死。有些事情大家心里都懂啊，但是不能明说。对，美国应该是，美国应用里的内容遵循中国的政治正确，这样驯化下去不得了。但是人家说了，说我们没干这事啊，我们都是所有推荐算法都在美国做的呀，对吧？人家是这么讲的。这个先看315晚会去了，嗨，我就不看了。无法分拆，反而就直接坐实了美国要的东西。美国其实也没什么可要的嘛。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是你拿出证据来，对吧？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如果真的说我把这个美国的员工7000名员工都抓出来，然后这个一个一个去审，那这个没准还真能审出证据来。但是其实结果是一样啊，也是死掉。这个油管也开始推短视频的这个功能了，是一直在做YouTube Shorts 一直在搞。这让我想起以前新闻系教授教导我们的事情。当年默多克在澳大利亚搞报纸，然后被澳政府猛锤的故事。年轻的默多克后来学会了一件事情，得知道到底谁是老大，是这样的。看来这个事儿不光是对 TikTok 对吧？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再次祝贺突破5万，感谢感谢。剪映怎么办啊？剪映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司。直接属于字节跳动，既不属于 TikTok，也不属于这个叫做抖音集团啊，它是完全分拆出来的。就是张楠从抖音集团 CEO 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来负责剪映然后呢，剪映呢是为什么会单独拆出这一块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用户量非常大，确实好使啊，因为就是你们看到的所有我的视频都是剪映出来的，非常非常好用。而且大量的功能是免费的，付费多出来一些功能也是物超所值。我是剪映付费用户啊，而且现在 AIGC 出来了以后 ，Sora 大模型出来了以后，剪映说这是我的天下，我得得着，对吧？他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剪映是单独的一块这个能聊一下这个国内的内地的七火山公司吗？他们做的文字生成视频大模型，这个其实没啥好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方向确定了，就会有很多的人跟上至于说这个人是清华的还是哪儿的，其实没那么重要，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第一个故事有点快，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快点因为今天一场直播，明天一场直播，而且我这几天在努力的在录节目，因为下个礼拜要去日本，对吧？有可能会断更，所以我准备存点稿出来。所以这2个礼拜实在是，而且这几天实在是有点太，有点压力有点大所以就是怎么说呢，讲的稍微简短一点，而且这个故事你想有一半上个礼拜讲了呀，对吧？我不能说这个把上个礼拜讲的再讲一遍，这个事儿就算你们听着不烦，我说着也很烦。对吧？所以你看，我这个礼拜讲的东西跟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肯定是重合度很低的，那么它就会变得稍微短一点点。国内还是 B 站有点良心其他基本除了银子，没其他东西了，价值观也差不多。那 B 站它亏损对吧？你得盈利了才能活得下去，你要一直亏下去，它是不行的呀。
10万块了啊，10万还比较早，我估计我现在一个月能涨到1000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涨到10万的话，可能还要再过个5年。这个 TikTok 是被美国地区这样搞，还是外国都要这样？现在是美国啊，但是美国做完了以后，外边有可能会跟。弹窗的做法也太 low 了啊，这个事情没法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在美国呢，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事儿去找你的议员，对吧？他可能风气就如此。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对于从中国角度上来说是个很二的事情，他如果敢在中国干的话，肯定分分钟就不见了。小张来喝个茶吧，他肯定就是这样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定不是这个用中国标准来判断的。今天北京这么热吗？短袖看起来都夏天的感觉了。是，北京今天是挺热的了。所以北京是没有春天、没有秋天的，就是冬天过完了，就是羽绒服穿完了以后，就是短袖和夹克了。然后呢，再到秋天，可能过几天以后就直接羽绒服就上来了。北京就这样。555订阅的时候啊，要来期特别篇。这个555这个还早呢，可能还得再过个几个月吧。又要来吐槽了啊！国产 APP 都搞瀑布流，把一堆视频权重，提很高啊！你说你支付宝一个电子钱包搞啥视频瀑布流，通通改成老人模式了。国内是这样啊，支付宝也开始做短视频，因为短视频现在是验证的唯一通路啊，就是最挣钱的就是它。老范觉得 TikTok 被办后，中国会有啥反制政策吗？比如特斯拉，比如苹果？不好说啊，这个事儿真不好说。但是呢，这个因为你比如说你办了这个，你制裁了华为，对吧？你制裁了比亚迪，我可以去制裁这个特斯拉，可以去制裁苹果。然而 TikTok 这事儿呢，它没有对标账用户在国内，它整个的市场或整个商业模式都没有对标的，它是独一份儿，对吧？而且能够被制裁的软件公司早都被我们收拾干净了，没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估计是这个咆哮几次也就完事儿了。然后咆哮完了以后呢，这个再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者呀，或者什么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禁止出口，或者搞一些这样的事情，对吧？估计也就如此了。这个大家反正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呗，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稳中向好，稳中向好，这个事儿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经济稳中向好。这个也许可以办 Steam 啊，这个千万不要乱讲啊，这个太坏了，这个人。虽然量级大概只有1/100啊，这个不能乱讲。燕郊这事儿一出啊，国务院巡查组又撤出去了，又撒出去了，而且还强调组里配俩记者。哎，这个反正就看一看呗，就是你该表演一下还是要表演一下的啊。TikTok 最终是要放弃美国市场，是的。如果法案通过了，估计大概率会放弃美国市场，而且一旦放弃美国市场，就是 TikTok 就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以后可能就只有抖音啊，就国外的大家都不玩了。TikTok 还可以保持海外市场，没戏啊，想都不用想。TT 也不是必死吧，就是只能放弃美国市场啊，然后梦市率啊不会有那么大了，不会的，只要美国敢疯，就一个一个都会跟啊。如果 TikTok 服从美国，那么它的海外市场基本上不会再有了。如果服从美国呢，可能还会接着做啊，因为你想，美国公司 Facebook、美国公司 Twitter、美国公司谷歌不也在大杀四方吗？除了中国进不来，其他地方都在用一切对等啊，这边也封禁了 Facebook、谷歌、Netflix、YouTube，其实不是这样的呀。按照李开复的讲法，我们不是封禁啊，我们这是有要求，你只要符合我的要求，我就让你进来，这个事儿没问题的，对吧？他们只是自己选择说我不进去，对吧？比如说 Kindle 电子书，对吧？原来他说我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做所有的图书审核做这个安全审核都去做那么他就可以在国内卖 Kindle 电子书，开书店。后来说，哎呀，在国内也卖不了几本书做这个审核还挺费劲这个我就干脆不做了，对吧？然后他 Kindle 就把国内的这个书店应用商店什么的，就是整个这个电子书的商店全都关掉了这个事儿他自己选择的嘛，这个事儿不是我们逼他的，对吧？我们也从来没有说 Kindle 你必须要滚蛋咱没说过这话，对吧？咱们都是潜规则，咱不跟人玩这个明的。
啊，还剩下 Steam 没封，Steam 其实是已经封掉了。这个国内有这个蒸汽平台，有这个叫 WeGame，就是腾讯的啊。Steam 的话，就是你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加速器的话，它是时灵时不灵啊。TT 也不是必死吧，放弃美国市场而已啊。美国市场，真的放弃了就没了啊。剪映在短视频 UP 群体市场占有率挺高，专业群体更多的还是 Adobe、达芬奇、Final Cut。现在 Adobe 可能也还有一些吧，达芬奇确实用的是很多啊。但是呢，达芬奇，反正我下了一个看了一下，觉得真的是没有剪映好使。哎，剪映看你具体做什么，特别像我们这种剪口播，剪映基本上就是绝配了，对吧？你说我要上达芬奇的话，你可能说，我是这个多镜头多角度，然后一次我把这个十几个镜头一起开机，然后都拍完了以后，咱们剪一块儿，这个事儿剪映就会差那么一点啊。这个达芬奇啊，或者 Adobe 啊，或者是这个Final Cut 这块就会稍微强一点。其实最强的还是达芬奇最强。B 站良心的话，就不会投资了观察者网了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去研究了啊。这个剪映要 AI 化是这样的，剪映是要 AI 化。澳洲表态不跟美国步伐，这个等澳洲这个真正跑起来再看啊。澳洲还是比较喜欢听美国人话的。以后中国其他应用在美国也会步 TT 后尘，是这样的，谁都跑不了。剪映最好就是直接从文本到视频剪辑到音乐配乐一键生成，这样才能够有市场，质量不重要。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待会儿讲下一个话题的时候会跟大家讲。TikTok 被禁中国不会做任何动作，其实中国没什么可做的，只是它就是我不同意分拆就完了。啊，本质 TikTok 是一间外国公司，没啥好处理的。TikTok 是外国公司的话，那你中国这个外交部为什么会去说呢？对吧？如果是一家新加坡公司在美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你外交部跑出来说啥呢？对吧？这是这么神奇的事情啊，这个不能自欺欺人啊，咱们啊，国内也不会大肆炒作啊，这个肯定大肆炒作，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周受资都已经快成民族英雄了，怎么可能不大肆炒作呢？这个一定是会大肆炒作的。中国的政府机构真的是，哎，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嘛，对吧？人家是这个青天大老爷，对吧？要保护小民的这个生计。这个最近看到未成年小朋友拿 B 站当知识搜索引擎用，这很正常啊。我知识搜索引擎基本上就是 TikTok 和抖音啊，我其实用不了 TikTok，我用抖音，对吧？就是这玩意儿，剩下的就是搜 YouTube，其他的可能你 Copilot 或者什么这样的啊，Perplex 什么的那个就是这种 AI 的我也用。然后并 CN 的自动联想功能关了好几天了，不知道恢复了没啊？我从来不用并 CN，我都是用并点 com 的。啊，主管部门表示一个眼神你应该懂吧？是这样的。这个小扎想进不让进，这个没有啊，他就是我们允许进，我们从来不会说下一个文说你不许进，或者进来以后必须把你公司卖了，从来不干这种事这种事都是美国人干的，对吧？我们只是说我们有一堆的法律，你老实遵守，我就让你进来，对吧？他们发现说，哎，我老实遵守这个法律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对吧？然后不划算，挣不出这笔钱来，那我就不来了，对吧？实际上原因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来晚了？不晚。剪映会存档，当然经过他用他编辑的视频吧？什么意思？啊，剪映会存档所有经过他或者用他编辑的视频吧？啊，是这个剪映呢，肯定是离开云端不工作的啊，特别是一些跟 AI 相关的功能，你离开云端一定是不工作的。但是存档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你们想多了。像我自己是因为每天用啊，大家知道我是日更的，我的剪映目录每过一段时间要整个删掉。然后呢，为什么？实在是太大了，剪映这个往硬盘里写东西实在是太恐怖了。就是你每过一段时间要把那个存剪映那个 project 那个目录整个删掉。啊，这个我相信剪映可能存不起这么多数据。过几天啊，网易访问澳洲啊，而且还有软肋杨恒军，澳洲需要暂时释放善意。哎，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服吗？问题是，对吧？他就算善意了，他服吗？他不服啊。如果有逐字稿用剪映自动上字幕很方便，自动识别生成的字幕改起来让人崩溃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他开始上大模型识别字幕，就没有改的问题了。对吧？现在之所以要改，是因为它的语音识别是单独的，就是原来旧的这种语音识别系统啊。因为大模型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玩法。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向 ChatGPT 发信息，向 Bing AI 发信息，向任何一个大模型发信息的时候，你打错别字有关系吗？其实没关系的，他们会理解你要说什么，然后给你正确的答案，对吧？像我经常有时候去查一些人名，把人名写错了。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人不是叫这个名字，我知道你要想找谁，他会理解其中的精神和意思。所以剪映如果可以通过大模型来进行字幕识别的话，啊，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它可以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B 站现在做内容赚不到钱，已经没人在上面做内容了，觉得 B 站没广告就是良心，目光太短浅了。B 站上内容还是挺多的呀，我儿子可爱看了。这个 B 站能搜索到很多从 YouTube 搬运过来的学习视频，是这样的。周受资都是新加坡人了，也能被炒成民族英雄吗？哎呀，这个事情我们是一贯双标，对吧？你长了一张中国脸，我们就认为你是中国人，对吧？而且他是华人，他还会讲中文，对吧？这你说他是中国人没什么问题，或者说他是华人没什么问题。呃，您是有判断力，用啥都行啊。小朋友不知道知识对错，拿 B 站的当真理，哎，这个事情没法说。还有人到我这儿来说，啊，你怎么能够胡说八道？后来我说我这叫老范讲故事，对吧？又不叫老范讲道理，对吧？那我胡说八道这个很正常。但这个事情呢，就是有些人会提前跟你说，像我就属于提前跟你说啊，我这个东西啊是主要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吧？然后有些人呢是上来说，哎，你信我的没错，这个我觉得我比那些人还是要强很多的。还是说说比特币吧，说啥呀？这今天跌的那叫惨呐，对吧？今天好像从7.2万掉到6.8万了，还是掉到6万，好像最低的时候掉到6.6万了，啊，这个实在是很吓人啊！现在好像是6万，现在可能是6.6万还是6万几，我没看。这个今天一天跌惨了，直播人数越来越多啊，400多人啊，感谢大家。还管那个中国政府是和很多网民啥时候用护照去界定国籍了？说你是中国人，你就得接受天朝的管理，是呀。所以咱们叫这个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吧？你都长成这样了，还敢说中文，怎么可能不是中国人呢？周要是长得一张白人脸啊，像谷爱凌那样，估计民族英雄 buff，还要乘10啊。谷爱凌这个确实是比较扭曲了啊，咱们不研究她的问题。周受资新时代的他怎么能是白求恩？白求恩必须是白人，对吧？而且必须是原来比如说在这个加拿大或者在这种地方来的人才可以是白求恩呢。这个不要做合约啊，没有做合约。还有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人有个身份证就没有外国国籍呢啊，这个没看懂。周处除三害没看。还有B 站得先做10万粉丝才能稍微有点看点的商单盈利，这阶段太难熬了啊！不知道，我是从做这个频道的第一天，就从来没想过在 B 站变现这件事，对吧？所以这个就无所谓了。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讲第二个故事。等我喝口水。第二个故事，Figure01最近放了一个特别火爆的视频啊，2分多钟的一个视频，
应该也是3月13号放的。Figure AI 在拿到投资的时候，实际上我录了一期节目，我说这就是对着马斯克去的，是吧？对着擎天柱去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Figure 01的这条视频，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是在宣布被微软、亚马逊、贝索斯、OpenAI 投资之后放的视频啊，只在宣布这个事情13天就把视频放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就是 OpenAI 在耀武扬威一下，你看咱牛吧，对吧？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只要加上 OpenAI 这事儿就行了。实际上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视频3月13号发布的，啊，然后这个视频有多长呢？2分34秒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到YouTube 上去找这个视频啊，就是 Figure 叫 Figure 01啊，就这个视频你可以找到，是他们官方这个频道上，就是 Figure AI 的官方频道上有啊。那么这个2分34秒的视频呢，肯定很多人又被震撼到了，很多人在喊啊，是不是 iPhone 时刻又到了？具身智能是不是已经到了突破点了？啊，大家注意啊，iPhone 时刻是 iPhone 开始卖的时候才叫 iPhone 时刻呢，对吧？或者有人开始用到的时候才叫 iPhone 时刻。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呢，至少可以说叫 Sora 时刻又来了一遍啊，就是 Sora 大模型又来了一遍，又震撼了一遍。为什么 Sora 是这个就是给你看了一堆 demo， 但是不让你用嘛？啊，现在 Sora 已经基本上确定，大概在今年的年底会开放出来给大家使用，对吧？那我们要去耐心的等待一下。Sora 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现在它这个 Figure 01也是说我们到可能是到什么时候会给你用，现在没说，但是呢，它现在只是一个 demo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帅哥即正义啊，这个出来拍这个视频，这个哥们儿还是挺帅的啊。他呢是 Figure AI 的技术负责人啊，叫 Corey Lynch 吧，Corey。他的名字姓呢是 Lynch，大概是 Lynch， 我觉得，他呢是前谷歌 DeepMind 的科学家啊，从那儿挖回来啊，现在是 Figure AI 的技术负责人，来拍这个视频。那么视频都演示了一些什么呢？就是细节非常满啊，就是你别看它2分34秒，因为我现在也看到了视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解读这个事情，那真的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解释出来，对吧？那咱们也要稍微尝试一下，对吧？第一个，语音交互啊，是完全说的，是这个 AI 直接语音交互。那这部分是 Figure AI 做的吗？肯定不是，这部分是 ChatGPT 做的，对吧？这 ChatGPT 里头有一个API，好像是叫做 Jasper 还叫什么东西，就是做语音识别和语音生成的那么输入 AI 语音识别和传统语音识别之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精神理解很准确，对吧？你说错了或者说的哪儿不太准确，丢字儿落字儿了。因为大家知道，像北京人说话，其实有时候会吞字儿的，就是有些字儿就不发音了，对吧？我估计其他的一些方言里头可能也会有吞字儿的情况。你这个事情对于以前的语音识别来说就没法整了，包括以前的语音识别经常有很多字儿会认错，为什么呢？他们是判断说，哎，这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音，那么在这个音里头，在这一句话里头，上下文搁在一起，我怎么去分完词，怎么去个停顿判断以后，它最大概率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是经常会出错的但是到 AI 里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是你跟他讲完了以后，对吧？你像他就等于是理解一下你到底要干什么吞字了什么的都没毛病他都可以认出来所以对错字这个事情对这个听清楚的这个字或者对错字或没听清楚的字都是可以补齐的这个是 AI 最真正强的地方。像我们其实听人跟人之间我说话，你们去听的时候，你们其实也是能够在脑子里头去复现我在讲的内容，对吧？我在这个过程中说错了个字儿或者吞了几个字儿，其实是不影响你们听的。但是对于传统的语音识别来说，这事儿有影响的。对于 AI 语音识别，这事儿是没影响的。那么输出的部分也是语音输出应该也是用的同一个 API 去做的输出。嗓音低沉沙哑，然后呢，语气语调基本上以假乱真你说那是个真人在说，一点毛病没有，语气语调都非常强。为什么说连标点符号都解释清楚了呢？它标点符号有人说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他打了个磕巴，对吧？打了个磕巴，实际上就是在后边打了一些引号嘛，或者打了一个叫做省略号嘛，他就打了个磕巴，
对吧？连标点符号都可以搞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们到底能看什么啊？所以他上来就是一个等于是这位帅哥对着机器人讲了一堆话，然后呢他就照着一个一个做，然后就跟你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了啊。上来第一个问题是你看到了什么啊？机器人就回答说桌子上有什么东西啊，包括苹果放着这个碗碟的沥水架，然后连站在这个面前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帅哥说我看到你站我这儿了，而且我还强调了一下你这个手放桌子上了我都看着了这个是这个叫做机器人给的一个回复第一个。然后呢，这个帅哥就说了，哎，给我一些吃的，对吧？然后机器人递了他一个苹果，那个桌子上有一个苹果。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作人员把一堆的纸团丢在这个桌子上，然后呢跟机器人说你先把垃圾处理一下，然后再解释一下刚才的行为。机器人就开始并行工作了大家注意，他演示的东西叫并行工作，不是说干完一件事再干一件事。我们现在跟 ChatGPT 说话，它没生成完了，你下一个问题是输不进去的但是现在机器人是可以干这个事儿了，它等于一边把这个纸团塞回一个塑料筐里去，然后呢，另外一边就开始跟帅哥解释了说我给你苹果是因为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能吃的，剩下东西都没法吃所以你要吃的东西我就把苹果给你。对吧？这个两个动作是并行完成的，然后再往后说这个帅哥又问了，说你看一下桌子上这些东西，下一步该干嘛了？桌子上有一什么呢？有一个这个沥水篮然后里头有2个盘子，然后有一个杯子，然后桌上呢还有一个盘子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机器人看了一遍以后说，哎，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沥水篮的里头，就是应该把这个杯子跟盘子再重新放到沥水篮里去这是他看到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用我们北京人话讲叫眼里有活了，哈哈。这个经常说，哎，这个人这个油瓶子倒了都不会扶一下，这叫眼里没活了，对吧？或者说你的这个垃圾桶旁边有好多垃圾，你不知道去收拾一下那么机器人看一眼就知道哦，下一步该干嘛了，他能看明白这件事儿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特性，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让机器人到工厂里边去工作或者到家里去打扫卫生。你不会说，哎，请到这里把这张纸捡起来，请到那里把那块污渍擦掉，不会干这个事情的。说你自己到屋子里转转，看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自己收拾收拾，对吧？那么机器人是完全可以干这件事的，而且眼里有活，对吧？你还可以去调什么呢？这个叫做适配度，说，哎，我们现在是完全洁癖型的，对吧？有任何乱了，我马上给你收拾起来，还是说我应该对你这个混乱有一定的容忍度？这玩意儿估计是可以调的，对吧？所以这个步骤做的还是很漂亮的然后呢，这个帅哥就说了把他们放在那里这个是很神奇的因为为什么他用了2个代词一个是他们，一个是那里这个机器人需要经过上下文来判断他们指的是什么，那里指的是哪里那么他也很准确的说请把他们放到那里，他就把杯子放到沥水篮里去，然后把这个盘子也放到沥水篮里去，然后呢还把这个沥水篮稍微扶了一下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那么这就是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这位帅哥说了，哎，你觉得自己干的怎么样这个机器人在这儿磕巴了一下说我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语气语调这个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用 ChatGPT 4生成的很多文字里头，它是有标点符号的，对吧？你把这些标点符号跟这个叫做GPT 的这个 API 一起塞进去，让它发声的时候，它就会很忠实的把这个标点符号的信息给你读出来，对吧？所以不是磕巴了一下，就是生成的内容里头就有个省略号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他也讲了，说苹果有了新主人垃圾不见了，桌上的东西也归位了我觉得我做的还是不错的，对吧？这是这个演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记忆与总结的能力你干了这么多事儿然后他自己都记着，有上下文这就是他在干的。然后他们强调了2件事第一个事儿是什么？没有遥控因为大家注意前面甭管是斯坦福拿出来的开源机器人，谷歌的机器人还是特斯拉的这个擎天柱机器人，后面都是有遥控的这个说没有完完全全就是好好的这个自动的做的没有任何遥控。然后第二个呢，1倍速专门强调了，因为很多的这种机器人演示都是
这个慢慢的放完了以后用这个6倍速或者几倍速给你去看啊，让你觉得他做的还可以，对吧？但是现在告诉你，我们这就是1倍速啊，这边在说话，那边就开始给你干了啊，这就是一镜到底啊，中间不剪辑的啊，在讲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寒碜这个叫做谷歌呢，哎，因为谷歌前面也是这个画小鸭子的那个视频，对吧？然后后来发现它是剪辑了，对吧？而且是这个把中间很多人为干预的部分都剪辑掉了，啊，还做慢动作啊，这个事情就有点过分了啊，他是在嘲笑别人啊。那么你说这个就已经这么牛了吗？啊，作为工程师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视频背后还是有一些东西的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一，这个视频虽然是1倍速没有遥控的，但是这个视频应该是经过多次演练的，对吧？你肯定是练了好多回啊，或者叫反复拍摄，最后我抽取了一个其中拍的最好的一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你说让他每次都做，每次都能做成这样，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这个视频里边，我们真正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大家想没想明白？Figure AI 好厉害，它值26亿美金，对吧？一下拿6点几亿美金的融资啊，英伟达、谷歌，这个啊没有谷歌啊，英伟达、微软，这个亚马逊，对吧？然后贝索斯啊，OpenAI 都是它的股东，然后 LG、三星都投资了它，对吧？这个我们应该看这个东西吗？其实不应该看这个，这个东西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依然觉得啊，Figure AI 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对吧？这个我们真正看到的是 ChatGPT 和 OpenAI 很厉害，对吧？你换一个机器人让 ChatGPT 和 OpenAI 去上，是不是也这么厉害？一定的呀。咱们看看，再看一下这个演示啊，这个里头语音交互，甭管是听还是说，实际上就是 ChatGPT 干的活你说我到底是一个电脑，是一个手机，还是一个平板，还是一个机器人来进行语音输入输出？它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对吧？然后至于说你看到了什么，然后进行描述这件事儿，啊，这个事情其实也是 OpenAI 做的一个多模态大模型。你直接把视频塞给他说，你看一下这都有什么啊？他直接就看了，看完了以后，再通过语言啊，通过声音把它描述出来。实际上到这儿，OpenAI 这个 Finger AI 啥都没干，对吧？再往后说我要吃苹果，那么选出苹果这件事儿也是 OpenAI 干的，对吧？然后把这个苹果拿起来，倒个手啊，这边拿起来，那边倒个手，然后再送到这个人的手里头去，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呢是 Finger AI 干的，但是 Finger AI 干的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再往后啊，描述一下这个你为什么这么干，对吧？或者说同时去处理2件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于 Finger AI 来说，只要 OpenAI 给他开后门啊，说我现在允许你同时处理3、4个任务，他就可以干。如果 OpenAI 不允许，他就只能一个一个来啊，这事儿没什么别的办法，对吧？再往后说，哎，你描述一下下步该干什么，那实际上也都是 OpenAI 干的活，对吧？跟这个机器人是没啥关系的啊。然后说把它们放在那里去，那么这也是 OpenAI 干的活，上下文关联嘛，咱们在 ChatGPT 里都是可以看到的，对吧？然后说，哎，这个再往后说，你描述一下这个过去啊，这个事儿都干得怎么样，对吧？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里头，就是这个递苹果，对吧？这个叫做剪纸团儿，然后呢是把这个盘子放回到这个沥水篮里去，把杯子放回沥水篮里去，这些东西是那个机器人干的。剩下咱们解释热热闹闹的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呢都是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干的。而且我相信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剧本是单独特殊设计过的啊，我们就设计这样的一个剧本，然后让你觉得机器人一直在参与，都在动，但是尽可能的让 GPT 多干活，让机器人少干活，对吧？他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真正我们看到的是ChatGPT 好厉害，因为大语言模型啊，你就可以跟它对话了啊，这个合理上下文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ChatGPT 干的。然后呢，它的多模态大模型是什么？就是它这个机器人的眼睛上有个摄像头，1秒10帧啊，这个速度还比较慢。为什么？因为你快了也处理不过来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这个1秒10帧其实已经基本上够你去干活了然后你这个可能1秒10帧了以后，你把帧率降低了，你可以把光圈开大一点，可以更适应暗光的环境，对吧？而且你也可以再去
这个提供更清晰的图片啊，这是1秒时针，然后拿这时针图啊送到这个 OpenAI 的视频识别大模型里去认一下就好了，啊，它就可以把它认出来。你想一秒时针，实际上就是每一帧的识别时间是在0.1秒，这个其实如果不是 OpenAI 给它开后门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咱们自己天天跟 ChatGPT 聊天，那玩意儿反应速度有多慢，谁都知道，对吧？你想1秒钟塞10张照片上去让它给你念，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它这个一定是有后门的啊。那么机器人操控的部分，啊，这个是有一个很小的模型，就是这个机器人怎么拿手，怎么去拿苹果，这是一个很小的模型。这个呢，其实更像是一个自动化的指令生成，对吧？进行一个驱动的过程，它们是每秒200次，控制24个自由度，实际上我估计是24个马达或者电机或者关节吧，它就可以去动这个机器人，对吧？这就是他们去干的事情。而对于一个单一语言编码的辅助模型来说，这种模型一般不大啊。像我现在用本地模型去做辅助编码，大概也就是7B 或者是10几 B 就可以跑得很好了。10几 B 还少的稍微慢一点，7B 的那个效果其实非常快了，啊，那么那种模型还是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这个语言里头，还可以做很复杂的编程，对吧？那么现在说，哎，我给机器人做个编程，可能一共就没那么3、5句，然后这个语句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那么像它这种就是我做一个这样自动辅助生成程序的 AI 或者一个大模型在这个机器人里头。啊，这个事儿是应该不难的啊，或者说做一些微调啊，而且微调这个事情，OpenAI 自己就会干啊，就是我替你调就可以了。所以这一部分到底是Finger AI 做的还是 OpenAI 做的不好说。但是你像 Finger AI 自己也有 DeepMind 的人嘛，啊，也有很多其他公司啊大厂出来的人，所以他自己应该并不难做这个事儿，做一个模型微调。而且你想这么小的模型还有一个什么好处？拿手机芯片就可以跑了嘛，对吧？你不需要在上头插个 GPU 嘛，啊，你比如说上个高通8阵3啊，跑起来当当的啊，高通8阵3，你对于手机来说那叫旗舰机，对吧？你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那玩意儿就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啊，对吧？一个8阵3，你说它能卖多少钱？我没看过啊，大概几十美金、几百美金，我估计都多了啊，几十美金大概也是这种水平，对吧？我在这个机器人里给你装一块这个，没大毛病，对吧？一点问题没有。你像它这个机器人，我们想啊，一个手机里头有东西，屏幕啊，这个机器人也有一屏幕，然后呢，摄像头啊，这个机器人也有摄像头，然后电池啊，这个机器人电池肯定是另造的，然后是 CPU 各种内存什么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你把个手机插在上面，它就可以干活的一个东西，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备了啊，所以啊，这一块是 Finger AI 自己说啊，这是我干的活啊，就是机器人模型。然后机器人呢还是比较简陋啊，跟这个擎天柱没法比，跟波士顿狗比起来啊，也是要简陋的一塌糊涂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但是呢，工业设计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整个这个机器人，特别是脸的设计啊，因为它脸上是一屏幕是可以出字儿的啊，这块设计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哎，所以在做宣传这件事情来说，Finger AI 还是很擅长的啊，它要比马斯克这帮人擅长。啊，马斯克第一次把他的这个擎天柱拿出来的时候，完完全全半成品，大家一看完了以后，这个估计股价就会跌的这种东西，对吧？这事儿是不行的，这个不会表演啊。马斯克虽然自己是1亿多的大网红，对吧？但是他的表演上还是有点太随心所欲了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靠脸吃饭的时代。OpenAI 呢，在整个的视频里头贡献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强大，对吧？我有视频识别的模型。我有语音输入的模型，语音输出的模型，我可以做规划，我可以去做上下文回忆，对吧？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做得很好，这就是 OpenAI 展示的东西。这个 Finger AI 呢，帅就可以了啊。这个出来展示的这个首席就技术主管吧，很帅嘛，人小伙子，对吧？他们 CEO 也很帅啊，然后机器人也挺帅的，对吧？这个就是Finger AI 就是出来搞一个耍个帅啊，挺好。那么在机器人演示中啊，真正我们比如说，看到的最近有一个点，大家都在讲，包括我本来是明天我估计够呛了，过几天我有时间我去录这个，Devin 啊，就是这个自动化编程机器人这个，对吧？他们现在都在讲的是什么啊？现在可能是最新的AI 大模型里头，现在正在强调的一个点啊，这个点要注意，叫端到端。end to end 啊，这样的一个词，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中间解释，没有拆解过程，我就提了要求以后，直接给你结果啊，你不要管我中间怎么干这活儿啊，只要给出需求，直接训练，训练完出结果。啊，我不要告诉你这个咖啡机怎么用啊，因为像 Finger AI 在被投资之前，他们放了一个视频是干嘛呢？就是他教这个机器人怎么用咖啡机啊，这是一个胶囊咖啡机，然后怎么把胶囊放进去，怎么盖盖儿，然后怎么去这个摁按钮。教完了以后，让机器人自己去学。然后机器人一开始也做的不对嘛，因为胶囊咖啡的那个，它是有一个方向，你方向放错了，你放不进去，对吧？那么放错了几次以后啊，在挫折中学会了啊，它可以自己学会怎么使用胶囊咖啡机，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啊，那么叫端到端啊，就是没有中间结果啊。像以前我们这些做工程师的怎么办？你比如你也是要把一个胶囊咖啡啊放到这个咖啡机里去，我们会先识别这是一个胶囊咖啡啊，然后识别咖啡机。然后确认咖啡机的这个方向在哪个地方啊，开口应该是什么方向的，然后再用手去抓这个咖啡的这个胶囊，然后再调准正确的方向，啪放进去，对吧？咱们一定是工程师是这么干活的啊，但是端到端就不是啊，我就让你自己去学。端到端其实人是端到端学习的我们去用胶囊咖啡机的时候，不会有人去告诉你说这个看着口朝这边，然后再怎么拧过来，可能日本人会这么干啊，但中国人一般不会这么事无巨细讲。你讲完了以后，人家会觉得你在侮辱他的智商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啊。那么传统的方式啊，就是需求分解、优化啊，这个安排动作计划，设定动作的这个监测点，执行啊，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监测超越阈值的及时调整，最终得到结果。然后得到结果以后干嘛？数据分析、迭代再优化，这是我们传统工程师干活的方式。对吧？但是现在人不是这么学的啊，咱们想想人，咱们从小是怎么学会走路的啊？怎么学会这个用筷子的啊？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现在端到端的玩法啊。端到端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大模型真的理解社会，可以像人一样思考。所以越是在推端到端的东西，我们离 AGI 就越近。AGI 是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对吧？那就真的是像那样了。但是端到端也有很多坏处啊。端到端的坏处是什么？叫不求甚解，细节缺失。像我们用 ChatGPT 写的文章，用 Midjourney 画的画，用达利画的画，其实你就已经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端到端了。我不会画画，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风格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如何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你告诉他说，我现在请用这个油画风格给我表示一个欢天喜地的中国过年的状态，对吧？或者在哪里，他就给你画出来。至于怎么画，我们不知道，对吧？这叫端到端。但是端到端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我画完了以后我还是不会，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想进行细节控制，说，哎，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人笑容要更灿烂一些，或者说这个人的这个左手要拿个什么东西，右手拿个什么东西，或者这个人稍微胖一点，稍微瘦点，这事儿就费劲了基本上没法调节。因为我现在用 ChatGPT，天天告诉他说，哎，你给我画个像，然后这个人稍微胖点，稍微瘦点，再稍微胖点，再稍微瘦点，就是永远你也画不像，对吧？这个事情就是细节是没法把控的。这个过程其实像什么？像人练书法，对吧？你如果一个人说你看照这字练，对于 ChatGPT 或者是这些大模型说我练一遍练完了以后呢，它输出来这个字还是能够认出来是字儿的认完了以后呢，但你说写的有好看，写的有不好看，这事儿他就不管了你说我就一定要练成这样那么他可能怎么办？就是反复学习，反复学习。但是最后大家要注意，只要是 AIGC 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跟原来那个字儿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差异、有偏差的。你说我现在想写的跟原来的字儿一模一样我给他一个字帖，请给我一模一样写出来怎么办？用工程师的方法来搞定，对吧？这个先从哪里识别这个点在哪儿，然后从哪儿开始下笔，然后力度多少，速度多少，角度多少，然后刷一笔刷过去，这是工程师的做法但是大模型是搞不定这个事儿的现在大模型生成结果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细节失控，你想控制细节没法弄。然后端到端，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巨大的伤害是让大家就再也不会去在意细节了这个你再想说你想重复这个事情不知道了咱们以前说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所有的大模型厂商都要求我们要出端到端产品，就是让大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吧？我只要知道这事怎么往前走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做出来的，你问 OpenAI 他都不知道，对吧？告诉你这东西叫涌现就完事儿了现在为什么强调端到端了呢？
就是因为更多的人对细节其实是没有要求的。你像我我现在去画一 logo， 大家看到这个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蓝色的 logo 是我给这个老范讲故事画的 logo。我画完这个东西以后，它到底是画成什么样？比如说我有没有这个寸头，对吧？我没有对吧？然后我是不是应该稍微胖一点不应该留胡子？其实我在反复想办法跟他在谈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是画的最像的一幅也就是如此了，对吧？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对吧？我对这个细节也没有那么大要求，你给我画个络腮胡子，我认了，对吧？咱就这样吧，对吧？不刮胡子，可能1个礼拜不刮胡子，我能长成这样这个开个玩笑，我还是要刮胡子的但是我对细节如果没有要求，或者绝大部分人对细节其实都是没有要求的那么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了。然后当大家得到了廉价的结果的时候因为端到端嘛，你得到的结果是很廉价的。我像这个 Midjourney 说给我画一东西，对吧？他马上就1分钟就给我了这个结果很廉价那么大模型呢，就可以在竞争中胜出你比那些耐心的在那玩工匠精神，然后多一锉刀少一锉刀，然后多拧一下少拧一下，然后研究的明明白白的这些人来说这个就是这种廉价结果就可以在竞争中胜出他就可以把这种工匠精神打得满地找牙大家知道谁是通过这种方式胜利的吗？在竞争中成功的这个东西叫中国制造，对吧？我们造的很多东西，其实在细节上也是经不起推销的，但是咱便宜对吧？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席卷全球，变成世界工厂现在大模型也在干这个事情端到端，你提出要求，我就给你东西，细节别问了便宜行不行就是搞这样的事情。那么具身智能真的要来了吗？就是说有机器人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要来了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见证另外一个 Wintel 时代。Wintel 时代是什么？就是 Windows 和英特尔在一起的这个时代，对吧？最早的是什么？是 IBM、英特尔和这个微软3家后来他们把 IBM 给扔了说我不跟你玩了我们以后玩兼容机这个所以就叫 Wintel。大家注意这个 OpenAI 可能就会成为新时代的 Windows， 但是呢，它不是 DOS 是 Windows， 就是微软最早的操作系统叫 DOS叫 DOS Disk Operation System 叫这样的一个词，它是字符界面的，对吧 ？OpenAI 比如 ChatGPT， 你认为它是个字符界面的 DOS， 这是没毛病。但是现在我已经给你演示了我这个可以多模态，可以生成视频，可以理解世界，还可以操纵机器人，跟你扯淡，给你拿苹果帮你收拾房间了那这就已经是 Windows 了这个 Windows 已经出来了。而且不光是这个对话了，他们 Sora 什么机器人都来了这就是 Windows 来了。英伟达有可能就会成为新时代的 Intel Wintel 你有一个是微软，还有一个就是 Intel 嘛，所以这两个一个是 OpenAI， 一个是英伟达。那这个 Finger AI 在里头算什么呢？对吧？Finger AI 呢，我估计连 IBM 的位置都上不去这个因为大家知道 Wintel 里头最早还有一个 IBM， 因为没准特斯拉是可以待这个位置的，但是特斯拉又跟 OpenAI 闹得很僵，对吧？这个事就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到现在为止 ，IBM 其实也风光不再了，它的 PC 业务已经卖给联想了，对吧？现在是联想 ThinkPad。所有当时的 PC 厂商到现在，你不能说叫苟延残喘吧，但是日子其实过得都不太好。所以 Finger AI 呢，可能最后就会变成众多的 PC 厂商之一。而且大家注意，像比如说 AST、康柏，对吧？这些 PC 厂商最后都没有了那么 Finger AI 可能也就是众多的这个滚滚大潮中的 PC 厂商中的一个这个可能是Finger AI 在整个这个联盟里边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 OpenAI 有没有替代者？咱们讲了半天，说演示的全都是 OpenAI， 那 OpenAI 有替代者吗？有第一个是 FSD， 就是特斯拉做的这个辅助驾驶用的人工智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上擎天柱上用的也是这套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要看梅塔了梅塔做的蓝马系列，而且梅塔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叫做多模态的库就是包括物体识别，然后物体这个抠边，然后各种的内容生成，因为梅塔是要去做这个元宇宙的嘛，所以它在这块积累的是很多的。在这一块呢 ，OpenAI 依然是有机会被替代的
包括其他很多的开源大模型。我现在在本地也做了搭了一套这个可以跑大模型的系统嘛，叫 Ollama。然后里头有一个库叫 Lava， 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做这个图像识别的。我现在也可以让摄像头现场抓一张照片下来，然后交给这个 Lava 大模型，说来告诉我这照片里画什么了或者照片里是怎么回事包括 OCR 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可以去替代，包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今天还跟那个Richard 就是 Richard 强或者叫Open 强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你们这个叫做模型是可以做这些多模态的吗？他说也可以做图像识别而且他们做图像识别的时候，中文 OCR 认的要比这个 ChatGPT 那还准，对吧？这个是国内现在已经有很多可以用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中国人缺的是什么？中国人缺的是明确的方向，对吧？现在 Finger AI 已经把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明确方向搁这儿了照这方向走没毛病怎么去跟大模型结合，就这么来。技术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大门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这些演示的结果，用现有的开源模型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没什么毛病。所以技术没门槛的情况下，那中国厂商冲呗，对吧？剩下咱们就是拼吃苦耐劳拼这个大家到底能够这个加多少班的时候了。这件事情，全世界没有人能卷得过咱们这个事儿肯定是咱们的。那么世界模型的训练，就是像 Sora 这种世界模型训练，因为它的这种多模态识别是通过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一块，国内可能有些厂商会上估计字节跳动就会上这个东西，但是这一块上呢，还是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相应的算力的算法这个事情其实是公开的，对吧？大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在走了。而且算这个东西，字节跳动自己其实也是买了大量的 H100，在海外的机房买完了以后，它算也是能算得过来的。国内呢，它也买了好多这个升腾 910B 就是这个华为的芯片也买了一堆那反正算呗。那么开源形成标准产品化，可能这就是具身智能在中国走向我们的一个过程吧。那么机器人硬件的话，肯定是大批的兼容厂商就会冲出来，就跟我们在我记得应该是在95年、90几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满大街的电脑都是什么宏基，然后日立什么这个叫做 IBM、惠普。AST、康柏还有好多，当时还有好些很小众的这种计算机品牌，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我估计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会疯狂的去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兼容的机器人配件这个事情是会出来的。到最后说，哎，这家伙专门生产胳膊的，那家伙专门生产腿的这个人专门生产框架的那个人可能专门生产摄像头的或者谁专门生产什么智能核心的，可能最后会变成这样这个我觉得。以中国人现在的这个制造能力应该很快就会走到这一步了，而且可能就在今年或者明年就会出来，这个事情会非常非常快到来我们身边因为有中国人参与那么特斯拉的擎天柱咋办呢？对吧？这个还是我们要关注一下的第一个 FSD 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这个你像马斯克看到 Sora 以后说，我们1年前就做到了，对吧？实际上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的 FSD 的这种识别模型和已经它的一些。路面信息的生成过程，对吧？它已经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出来了，而且可能是用相同的算法框架做出来的。那么现在只要再堆数据进去，再堆算力进去，你再调一把就可以了。然后端到端肯定会跑起来，就是马斯克肯定也是信奉端到端的。你不要管我这东西怎么用的我给你个手机就完事儿了或者给你个车你就使就完事儿。然后大语言模型这一块呢，马斯克应该是追不上了他这个 Grok 应该是追不上了。小模型呢还是可以用特别是在这种机器人里头，它也不需要那么聪明，对吧？你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他给你说明白了就完事儿了嘛，对吧？你真需要大的这种大模型，你不行，我调一个开源，调一别人的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嘛所以马斯克这块还是可以干的。那么现在马斯克真正应该着急的是什么抓紧把速度拉起来，否则被一大堆中国人的工厂给你覆盖掉了，这事儿就亏了，对吧？你等于前面做了一堆事儿就白干了。而且你的 FSD 积攒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现在使用各种的多模态大模型，使用各种的这个自然语言模型，对吧？那这个事儿可能你门槛就
FSD 的门槛就直接被洗平了啊，所以一定要快啊，抓紧跑到中国上海或者跑到中国什么地儿去扩建工厂，然后生产擎天柱吧，明年开始交付，这可能就是特斯拉唯一能够干的事情了啊，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啊。然后在这个里边呢，这个机器人的价格，对吧？这一次 Finger AI 的老板也出来讲了一下啊，原来特斯拉说这个机器人应该比汽车便宜啊，那么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老板啊也是出来说了，说哎 Finger AI 说这个机器一定会比汽车便宜，对吧？这个东西才这个几千个零件啊，然后只有这个150磅啊，大概150磅是多少斤？还是大概是几百磅，反正不太沉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价格一定会比这个啊大概是3000磅还是几千磅的这个汽车，对吧？有上万个零部件的汽车肯定要比他们便宜的多，对吧？那么它有可能只需要啊这个几千美金啊，或者就更便宜一些的价格，没准是2台手机的价格，你就可以把这东西买回家去啊，这可能是啊这个机器人快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也就在未来的1到2年之内就可以来了啊，而且不会太贵，有可能真的就如果中国人厂商开始卷这个事情了以后，那么一个机器人可能1万块钱以内都有可能出得来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中国人的力量。好啊，这就是今天讲的第2个故事啊，就是具身智能，我们到底看了个什么？2分34秒都表演了些什么东西？其实表演的就是 OpenAI 好牛逼啊，就是表演那么个东西。好，这是今天第2个啊，那我们继续来去读评论。我看看，就是有中国国籍，就一定没有外国国籍，这是错误的，好吧？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不能以肤色界定人啊，周受资跟白求恩啊都是旧中国人，好吧？没毛病。B 站除了有限头部主播，剩下的都是生存线上挣扎，变现能力聊胜于无啊，就不费劲了，差得远。还没落地应用呢。感觉特斯拉擎天柱加 Cloud 3可能更好啊，C3 Opus 对这个识图比 GPT-4好不少啊，这个我还没试过。我觉得 GPT-4识图就已经很好了。我感觉 Sam 这样画 PPT 反而说明进展堪忧啊，需要出来骗钱。我觉得他现在需要骗的钱就是那7万亿啊，其他的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马斯克跟 OpenAI 之间的诉讼，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机器人之间的战争。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马斯克这么急，也比较解释得通了。特斯拉的2条路都被抄了，是这样的。好啊，你好，你好，感谢打赏，感谢打赏。看好奥特曼最近投的那个机器人吗？不看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没什么价值的啊。北京话最经典的吞字儿例子就是西式炒 A 蛋，西红柿炒鸡蛋，是这个叫眼力劲儿，是的，眼里有活在北京叫眼力劲儿。恭喜老范终于上5万粉了啊！这个是上过一次啊，2周前上了，然后掉下来，现在又重新上去了。这个假象个场景啊，让机器人帮我打到房间打扫房间吧，然后发现隐蔽的地方，隐藏的某些书籍没了啊，这些机器人彻底掌握了我的隐私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机器人会知道哪部分是隐私的。
吧？大模型搞这个事儿还是不那么费劲的。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大模型说，来去把谁谁的私房钱找出来啊，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有趣的啊。机器人就是一个 AI 载体，是这样的，它可以是任何的形态，对，所以造机器人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这应该算是简单场景里的简单交互，不过1倍速这样微操作确实惊艳。是的，其实我前2天在想说，什么时候这个机器人可以剥鸡蛋你煮一个鸡蛋让它剥完了以后呢，要很完整的把外壳剥好，然后里头这个鸡蛋一点都不能破皮儿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啊。机器人的动作是按照程序设计进行的，还是 AI 学习生成的？AI 学习生成，端到端就玩这个啊。当看到国内某些博主喷 TikTok 被禁的时候，你难道不觉得莫名其妙，好像墙内不进 TikTok 似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双标的一帮人，你怎么办呢？一点不奇怪，国内舆论场最不缺少的就是双标。是的，帅就够了颜值决定销量，是这样。唯一有可能超越美的七巨头的公司，被国内这心态要玩死了，真可惜这个没办法，就是不可能超越。但是我觉得加入七巨头还是没毛病的不，这个不懂政治咱们哪能懂政治？这个要睡觉了，12点多了，晚安你这是在澳大利亚吗？TikTok 算中国公司吗？在中国能用得了吗？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拍了那么多电影，在中国都不能放，但是依然是中国电影。那个机器人自重60公斤对，是60公斤，好像是100多磅100几十磅，但是磅跟那个叫什么公斤之间，我是不太会算的为啥 TikTok 不招聘一个老白人就是一个名誉 CEO 站前台领高薪就可以找一个亚裔面孔，在美国在那边可不吃香毕竟从疫情后某国的影响全球战狼。一个亚裔面孔号召 TikTok 用户反对美国法院判决我感觉没啥希望。这个事情也没法说呗，就当时也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混得过去。周受资其实当时去不是干这个去的，周受资原来是这个小米的 CFO， 帮小米上市的，当时把他招去字节跳动，是字节跳动要上市，对吧？结果后来没做成上市，他就跑到这个 TikTok， 说我们把 TikTok 拆出来先做上市吧，所以把他弄那边去了。后来 TikTok 也没上去，说那算了，你 CEO 先干着吧。他其实也是赶鸭子上架上来的。TT 在印度不许用，但印度政府一向反对他在美国不许用，什么意思？这个绕口令感觉买个机器人不如买个草食龟还能让娃骑着出去炸街那龟能有那么大个吗？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龟，而且这玩意儿骑出去得慢死了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不可能让这种过程黑箱的机器人上市的这个没有办法，所有大模型都是黑箱而且中国现在已经说好，我们现在要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各级央国企都要去支持大模型，所以就是黑箱。而且你想，政府本身它也是个黑箱，对吧？不要跟你讲道理，听党的话就完事儿了嘛那么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上更多的黑箱有什么毛病吗？没毛病的。一个巴掌大的无人机都要管，何况人形机器人？这个我觉得你们想太多了。你想，无人机虽然管，但是警察可以用对吧？各地禁摩，警察可以开对吧？所以机器人会有的但是没准最后变成警用机器人了呢。TikTok 为何禁中国 IP 禁的这么严格这个太复杂了，没法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这东西必须要求受国家控制才可能上市，但如果完全控制，必然变成一个大型监控设备。我是不敢在家里摆这个东西，太吓人了。其实这东西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大型监控设备，这都是连云端的，不连云端啥也干不了这个，但是最后你会放弃的。这个对于方便对于这个
生活便利来说，你的隐私啥也不是啊。你说啊，我要有隐私，你用的那手机里头，你哪样有隐私了，对吧？哪个东西没有传到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存一份，然后所有政府想看就看，其实都是这么干的，每一个人都在裸奔，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想说我要隐私啊或者什么这事儿没意义啊，方便就行了。如果能再便宜点的更好。目前在中国给政府部门和国企做 GPT 解决方案需要一些相关资质嘛？是的，是要有资质的啊。01已经拿到资质了啊，所以也是难怪李开复在前面讲这个话，对吧？这国内像什么Minimax，然后百度啊，这个360啊，腾讯、阿里，然后叫做反正一些大的互联网厂吧，或者说包括人工智能厂。都已经拿到牌照，现在可能发了11张牌照了。TikTok 找个白人会被国内骂死啊，这个也有可能。你就像国内似的，一说哎，这个中国小伙或者中国中年大叔娶了国外洋妞了啊，这事可开心了啊，这个扬眉吐气了，我们挣了钱了啊，中国女人嫁给老外了，崇洋媚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是吧？全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狭隘是很狭隘的啊，这没法整。一磅是454克，0.9斤多一点。哎，这么奇怪的一个数字。等个机器人能颠勺，这事儿不难。但是颠勺的这个，就是它训练可能要好好训练一下，还是能做出来的。人形机器人迟早能离线跑模型吧？10年内应该可以吧？为什么要离线呢？对吧？它最后可能会把这个模型分开跑，啊，这个真正控制机器人的小模型就在机器人里面。像这个里头，比如说啊，你需要去做一些你家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啊，这些模型可能会在家里啊，然后真正的完整语音识别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呢，可能就在云端了，对吧？这个事儿应该是短期内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科幻点儿啊，这个按钮一按开始杀人，这个不需要按钮一按，就是他觉得该杀了他就杀了，对吧？人家问你说，哎，你觉得现在该干嘛了？啊，我觉得现在该做什么什么事情了，这件事是很吓人的。机器人只是 AI 执行机构和传感器，是这样的。生活就是慢慢的去妥协很多东西啊，那是这样的。不过应该会在大模型的基础上再架构审核模型去输出内容啊。国内使用 GPT 就是这么用的，它有一个专门的进行输入输出关键词的一个审核的机制。有一天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就上演西部世界，会有那么一天吗？西部世界啊，所有咱们看到的科幻片呢，其实大家注意有一点是什么？它都是把机器人当成人来想象。就是我其实有一点 AGI 我是不太认可的啊，就是机器人永远不会像人一样思考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群体智慧，对吧？他一个人学会了，所有人都会，人行吗？对吧？有一个人学会了这个最高深的科技，其他人能会吗？其他人不会的，你得接着学，还未必学得会，对吧？所以机器人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像人这样思考问题的东西，所以它可能现在已经有意识，已经超越我们了。和机器人的指令猜的啊，这是什么？是。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啊，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下周日本行程，我应该是礼拜天早晨飞东京，然后礼拜一是在公司里边做交流，礼拜二出去吃饭扯淡，礼拜三啊，如果有在东京的朋友，礼拜三我们去约一个地方见面聊天啊，这个是在东京的行程。然后，有在东京的朋友吗？现在东京现在天气怎么样？我过去的时候应该穿啥衣服？这个可以给我一些这个具体的信息没有？明早聊星舰，明早聊。对，我是后天早上的飞机啊，明早聊星舰。
日料吃播可以啊，只要它网络行就行啊，网络可以的话是可以吃播的，这个没毛病。这个，但是吃播的话，这个旁边的人得要愿意上镜才行，或者我就干脆自己在那儿吃，对吧？这个也要看啊，要看。而且日料店其实好多里面的环境还是蛮拥挤的啊，不是那么容易。我喜欢日料，喜欢各种的日料，生鱼、天妇罗、拉面啊，这都是我爱吃的东西啊。纳豆差一点，但是也能吃啊。其他的，烧酒就算了，日本酒实际上不怎么能喝。哎，没有人给我一些日本的这个天气建议吗？东京这2天下个礼拜天气怎么样？我需要带羽绒服去啊，还是带个夹克去就完事儿了，是吧？这个啊，看来今天子睿没上来哈。啊，东京13至14度，还是比较冷的。啊，北京，哎，我看看北京今天是多少度啊？嗯，我看看，呃，北京天气，天气，哦，北京是5到22度，那北京看来还要比东京暖和嘞。这个小心尿酸啊，这个东西反正你不能天天吃，这个偶尔吃一顿还是可以的啊。这个老范对中美科技续签有啥看法？反正就签上了呗，对吧？这个也挺好的，这大面儿还得过得去。东京下周3至9度，好吧，那我看来还是要穿一些长袖过去，会冷啊，还是带上羽绒服啊？羽绒服我觉得没必要吧，我觉得带个夹克就行了吧，因为我应该也不会特别长时间满街溜达，我觉得。啊，那我好吧，我带一些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吧。3到9度，看来还是这个要比北京要冷啊。东京是不是很潮湿啊？是不是跟上海似的？因为它海边上嘛，所以因为北京是比较干嘛。还好不用穿羽绒服了，冲锋衣足够了吧？哦，这个也可以啊。而且东京已经花粉症的季节了啊，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花粉过敏的问题。羽绒服没必要啊，短袖毛巾衣哦，OK，没问题啊，这个是很棒的啊。关键低温低才1度左右，等它到1度的时候，我肯定早藏屋里了。对，类似上海啊，这个比较吓人。我是比较讨厌上海这个春天比较潮湿那个天气的。东京天气像大连不太了解。请注意一下，TikTok 不仅仅只是美国市场，它是在全球市场都占有相当的份额。美国要求其将股份转让给美国，完全是想以美国市场为要挟，夺取 TikTok 的全球市场，啊，这是很无耻的做法。哎呀，这个事情无不无耻就没法说了，啊，反正美国这事儿干的不地道，这个咱们反正我的立场是站在这里的啊。为什么不体验当地特色，交流电影艺术呢？什么意思？大连今天6到16度，看来都挺暖和的。有没有觉得老范的新 logo 像什么极客耶格尔？这是谁啊？回头去研究一下啊。东京气温参照上海就行。我上油管10年啊，头一次留言给了老范。哎呀，感谢感谢，老范比我小2岁，好吧，这个看来是一位老哥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花粉症，你这不是咒我吗？这个不能这样啊。这个我反正我在这个美国、在南非、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都没感觉有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啊。这个是今天十几度啊，挺好的。北京今天是挺热的啊，北京20多度了。明早聊星舰，可以顺带聊聊最近中国探月火箭发射失败啊。这个看这个谁呗，看土拨鼠是不是准备了吧？因为所有聊这个航天的事情，主要是靠它啊。美国在没说一定卖给美国企业，可以卖给任何一个国家。
那我做个新加坡企业把它处理一下，哎，这个关键国内它不会放手这个事儿，而且美国这么多人都冲上去搞，这个真没法弄。啊，我在油管直播间的第一次留言啊，也给了老范，好，感谢感谢。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个我们明天早晨再见，如果有起得来的啊，咱们明天早上再见。歌舞伎厅啊，这个出去怎么直播这个事儿，我还要研究一下而且我还要去买当地的这个叫做什么流量卡。而且日本我一直觉得他们的移动网络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再见。结束直播，起不来看回放。